这节课呢，我要给大家讲讲公共弦的问题。首先，大家要知道什么叫两个圆的公共弦，那一定是两个圆相交的时候，两个交点，一个是 A， 一个是 B。AB 这段弦既是圆 O1 的弦，它也是圆 O2 的弦，所以 AB 就叫做两个圆的公共弦。那么公共弦，当两个圆相交的时候，两个圆方程相减便得到，但是这里边有一个要求要注意啊，一定是两个圆 x 方 y 方向系数相同，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条件啊。必须 x 方向 x 方和 y 方向系数相同，那么这两个圆的方程一相减，我们就得到公共弦所在的直线方程。为什么是这样呢？以它为例，这是圆系1，这是圆系2。比如说我要求两个圆的公共点，那么我当然要把两个圆的方程x 方加 y 方减 2x 减 2y 加1联立。点 A 既在圆 O1 上，也在圆 O2 上，点 B 既在圆 O1 上，也在圆 O2 上，所以我给两个圆的方程联立就是找它们的公共解。所以这个是方程1，这个是方程2，我把方程1往这里边一带，所以得到1减 2x 减 2y 加1等于0，2x 加 2y 减2等于0，x 加 y 减1等于0。那么我不用再往下接不用一定要把点 A 的坐标求出来，点 B 的坐标求出来，我得到的这个式子，点 A 的坐标一定满足它，点 B 的坐标也一定满足它，所以这条直线的方程就是 AB 所在的直线方程。那么我不要这么复杂，以后我就记得，只要 x 方和 y 方对应的系数相等，那么两个圆的方程一相减，得到的那条一次的方程，也就是直线的方程，就是公共弦所在的方程大家记住就可以了。好，那我就继续接着把这道题说完。这两个圆公共弦所在的直线方程就是它，说明 L 直线我就找到了我把它叫做 L 直线。两条公共弦所在的直线找到了，圆 O1 公共弦，这条直线被另一个圆截得的弦长看来我还得重新画一个圆，画圆系3。这个是圆系1，这个是圆系2，它们公共弦所在的直线方程我找到了，这条直线和圆系3相交了。L 直线，这是圆系3，被它截得的弦长和它交于西和的两个点画个示意图就可以了，因为这样又方便又快捷，而且丝毫不影响结果。你要是间隙一点一点去画，就浪费时间，下一道题都做完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有的时候呢，我就精准作图，有的时候就画个示意图。我要求这个弦长，我当然要经过圆心向这个弦做垂线了，向这条直线做垂线，我要求出弦心距的，然后把西和西3连上，这是半径，它的半径是多少呢？显然半径是等于5/2的。弦心距求完了之后，经过圆心垂直于弦的直线把弦平分了，那么使用勾股定理，我就可以求出半个弦长。好，接下来呢，西3的圆心是2-1这个点到直线 x 加 y 减1等于0的距离为的，所以的就等于根号下 a 方加 b 方2加1减1，它俩约了，根号2/2乘以根号2，
它就等于根号2，弦心距的长就等于根号2。所以弦长西的它等于2倍的根号下2方减的方2方减的方开根号是半个弦长，乘以2才是弦长，所以它等于2倍的25/4减去根号2是2是8/4，25减8，25减8，它是17，4/17，把4分之开出来，它就等于根号17。这就是它的弦长。所以弦长是多少呢？弦长就是根号17。好，接下来我们再做一道题。下一道题，已知圆系1，已知圆系1，它的圆心我要整理已知叫做系1，它的圆心叫系1，坐标是0到2。半径叫 r1 等于1，圆系2呢，它的圆心是系2，坐标是2到1，它的半径叫 r2 是等于2的。这样的2个圆交于 A、B 2个点，要让我求西系1向量加上乘以西1A 向量，这个题我不能画示意图了，这个题我必须要精准的画图。好，我借力支教坐标系。点西1的坐标是0到2，它在这儿，半径等于1，圆系1，0到2半径等于1。它画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圆儿，这是0到2，半径等于1，它是圆系1。接下来我们再看圆系2，它的圆心是1、2到1，在这儿，半径等于2。所以我画出来的圆儿它半径等于2，恰好它的横坐标也是等于2的，所以它跟 y 轴是相切的。我们画出来的是这样的圆儿，它和 y 轴相切在这儿，2到1，半径是2。那么这样的2个圆儿呢，显然有了2个交点 A 和 B。点 A 在哪儿？点 B 在哪儿？题中没有说，我们就随便它们俩交在它跟 y 轴的切点在这儿。这个圆系1呢和 y 轴的交点在这儿，所以点 A 就在这个位置，点 B 呢就在这儿然后让我们求的是，这是系2，求的是系1、系2向量是这个向量，乘以系1A 向量是它，加上系1B 向量是这个向量。那我们怎么办呢？系1、系2向量乘以系1A 向量加上系1B 向量，我当然要把它展开。系1、系2向量乘以系1A 向量加上系1、系2向量乘以系1B 向量，
我为什么要展开呢？因为 C1A 向量加上 C1B 向量，我不知道它是谁。以它俩为一组邻边，我构造一个平行四边形，然后呢，我再去找，我不如把它展开比较方便。展开之后，两个向量的集就按照常规的我继续往下做，向量乘以向量模乘以模乘以它们俩加 C1、C2 向量和 C1A 向量夹角的余弦，加上它也一样，模乘以模乘以这样两个向量夹角的余弦。老师，你也不知道它的夹角啊，但是我知道什么？我知道投影。好，我要给大家讲一讲投影啊。抛开这道题，我给大家讲一讲投影。投影呢，是我们在高一的时候学向量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说，这个是 A 向量，也可以把它叫 OA 向量；这个呢是 B 向量，也可以把它叫 OB 向量。A 向量在 B 向量方向上的投影，就是经过点 A 向 OB 做垂线，垂足是 A 撇，那么 OA 撇就是 A 向量在 B 向量方向上的投影。那这个我既不能加绝对值，它不是长度，我也不能加箭头，它不是向量，那它是什么呀？它其实是一个实数啊，它是个实数。那么我用三角函数的知识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是 x 轴，这是 y 轴。我们回想我们在学三角函数的时候，这样一个角，它的中边上任意的找一点，这一点的横坐标是 x， 纵坐标是 y。点 O 到这个点的距离其实就是 A 向量的模。我们当时学的三角函数定义，我要求这样一个角的余弦值是它中边上任意那一个点的横坐标除以和 O 到它的距离的比值。O 到 A 的距离是 A 向量的模，所以呢 A 向量的模乘以 cos 谁的角？谁的角是谁呀？它就是 A 向量和 B 向量的夹角。谁的角就是 A 向量和 B 向量的夹角。它们俩的集就等于横坐标 x。横坐标就落在这儿了。横坐标对应的实数就是我 OA 撇所对应的实数，所以 OA 撇它就等于横坐标的值，它就等于 A 向量乘以 A 向量和 B 向量夹角的余弦。所以 OA 撇现在此时此刻它就是一个正数啊，因为我不是专门讲向量，它还有跟 x 轴垂直的情况下 ，A 向量在这儿的 ，A 向量是这样的。其他的情况我们不讲，我们就只讲这个情况，夹角是锐角的时候。所以 OA 撇它所对应的实数和横坐标对应的实数一样 ，OA 撇就是 A 向量在 B 向量上的投影，它在 A 向量在 B 向量上的投影就是 A 向量的模乘以 A 向量和 B 向量夹角的余弦。老师，你讲这个有用吗？当然有用了。回过头来我们看啊，这是 C1、C2 向量，这个是 CA 向量啊，看起来稍微别扭一点，但是你从道理上来理解 ，A 向量在 B 向量上的摄影，它向它做垂线，所以呢，我就连接 AB， 连接 AB， 圆心的连线和AB 这段弦一定是互相垂直的。那么 A 和 C1、C2 垂直，它这个垂足我用 A 撇来表示。显然呢 ，CA 向量
在西1、西2向量上的投影就是西 A 撇。西 A 撇是什么呢？就是圆西1到这个 AB 两圆公共弦到这个弦的距离，这个弦心距的。我再说一遍，西 A 向量在西1、西2向量上的投影就是西 A 撇。西 A 撇是什么呢？西 A 撇它就是圆心西1到 AB 这段弦所在的直线的距离，也就是弦心距。好吧，那我就要把这弦心距求出来。AB 直线所在的方程是什么呀？这个方程变成 x 方加 y 方减去4y 加上4再减1加3等于0。这是圆西1的方程。圆西2的方程我对齐写在这儿 ，x 方加上 y 方，我们的系数都是相等的，减去4x 减去2y 加上4加上1加上4和右边的4约掉了，加上1等于0。两个方程一相减，那么上边的减下边的，它就变成了正的4x，负4y减负2y加2y是负2y。3减1是2，加上2等于0，化简一下，两边都除以2，2x 减 y 加1等于0。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公共弦 AB 所在的直线方程，公共弦 AB 所在的直线方程。所以我要求这个弦心距的，也就是求西1A 向量在西1、西2向量上的投影。我要求这个的，我就要应用圆心西1的坐标是0到2，它到公共弦所在的直线 2x 减 y 加1等于0的距离为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当然就是用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它等于根号下2的平方加负1的平方，0带进来没有了，这是负2加1的绝对值。下边呢，这是根号5，上边就是1，我也不有理化了，我就摆在这儿。所以西 A 撇它就等于根号1/5由于西1A 和西1、西2两个向量夹的是锐角，所以呢，这个投影它是个正实数它其实呢就是圆心到公共弦所在的直线的距离，弦心距的。所以这个式子你看应该是西1A 撇西 1A 撇，西 1A 撇，西 1A 撇它的模，也就是西 1A 撇的长度，乘以它和西1、西2向量夹角的余弦，这个式子得到的不就是投影吗？所以它的值不就恰好等于根号1/5了吗？同样道理，这是对称的，西1B 向量，它在西1、西2向量上的投影也是西 1A 撇，也是西 1A 撇，所以它的模乘以它和
C1、C2向量夹角的余弦，就是 C1b 在 C1、C2上的投影，这个投影当然也等于根号1/5。所以我要想求出这个式子的值，那么我只要求出 C1、C2之间的距离就可以了。C1、C2之间的距离非常好求，两点间距离公式，2减0括号的平方加上1减2的平方，22得4，加1是根号5，所以呢，把 C1、C2的距离带进来，根号5乘以根号1/5加上根号5乘以根号1/5，约掉了，最后的结果就是2。所以这道题呢稍微复杂一点儿啊，这道题我们是用向量投影的知识去解决的。这部分呢是我给大家讲的向量投影，谁在人家上的投影就是谁的模乘以它跟人家夹角的余弦。所以 A 向量在 B 向量上的投影就是 A 向量的模乘以 A 向量和 B 向量夹角的余弦，因为夹的是锐角，这个投影是个正实数 ，OA 撇是个正实数。那么由于两个圆是相交的，两个圆圆心的连线和公共弦所在的这条线是曲直的，那么 C1A 和 C1B 在 C1、C2向量上的投影都是 C1A 撇，也就是圆心到公共弦的距离。那么我首先要把两个圆写成一般式，它们俩一相减，把公共弦 AB 所在的直线方程找到。C1的圆心到公共弦的距离的我就知道了，写 A 撇就知道了。那么它就是投影，它也是投影，然后我再把圆心之间的距离一求这些值往里一带，就顺利的求出这道题。好，这节课呢我就给大家讲这么多，下次课我再继续带大家做题多做一些题，我们才能慢慢的找到感觉，学一块就要把它学透彻。下节课我们继续做题。